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我們去年的時候有跟大家分享了怎麼使用 iPhone 的捷徑，然後搭配 Numbers 來做到一鍵快速記賬。那之後呢，收到非常熱烈的回響，大家都覺得超級方便的。不管你是拿到薪水，或是出門吃飯、購物付錢，只要拿起 iPhone， 你點一下就可以直接輸入金額，然後選個分類，填上備註，剩下的事情呢 ，Numbers 就會自動幫你搞定，還可以幫你自動統計，甚至生成精美的環圈圖，非常非常強大。那重點是呢，它完全是免費的因為從頭到尾都是內建的功能。不過我也發現了不少人在基礎設定的時候就卡關了。也有些粉絲跟我反映，雖然這個捷徑很好用，但每一次記完賬呢，就會自動打開 Numbers， 有一點點麻煩啦。所以如果你也碰到這些問題，今天這一部影片就是你的終極救星啦。那如果有幫助到你的話，記得抖內超級感謝一下，就當做對我們的鼓勵吧。好，那這一次呢，我會幫大家整理2大陣營的完整攻略，一個是用捷徑搭配 Numbers， 那另一個呢，就是用捷徑搭配 Google Sheets。我會從基本的設定到怎麼跟家人一起共同編輯，一步一步教大家如何把這一套記賬工具設定到好。而且這2大陣營的捷徑呢，跟試算表的模板，我全部都已經幫大家做好了，不需要從零開始，你只要下載完，簡單設定一下就可以直接用了。所以不管你是選擇哪一種方法，只要看完這部影片，這一套超狂的免費記賬 combo 技能呢，你就可以完全上手。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這個一鍵快速記賬的技巧呢，需要用到快速記賬捷徑跟試算表。那這一次我們準備了2大陣營的組合包，包含了 Numbers 版本跟 Google Sheets 版。那這個2種方法呢，都各自有優缺點。我簡單幫大家整理了一張表格，大家先看一下，會比較有概念啊。簡單來說呢 ，Numbers 版本呢是贏在生態圈的整合度比較高，所以設定比較簡單，而且之後你想要增加項目、增加分類也會比較容易，我覺得用起來會比較安心。那 Google Sheets 版呢，雖然在設定的步驟上面會比較複雜一些，但它記完賬之後不需要跳出 App 就可以自動記賬，所以不跳轉、不中斷就是它最大的優勢。那下載的連結我會整理在影片置頂的留言，記得等等跟着影片的教學，大家可以根據自己需求跟習慣選擇用起來最順手的方式。那看到這邊你可能會有疑問啊，為什麼要把捷徑分成收入版跟支出版呢？那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我們每天都會支出很多次嘛，但收入呢可能1個月也只有3-5次。把收入跟支出分開來，這樣就不用你每一次點開捷徑的時候，都還要先選擇要記錄收入還是要記錄支出。那對我這個懶人來說呢，分開來放，要記哪一個就直接點開來，然後打入金額，這個才是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當然，如果你是追求一個捷徑有好多種功能，或是想要設定在動作按鈕上面，那我也幫大家準備好了收支合併版，直接選擇自己的習慣來下載就行了。再來呢，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快速記賬捷徑。基本上，這個捷徑主要功能就是提供一個快速的操作界面，當你點開之後就可以輸入金額。再來是選擇類別，這邊我預設了15種的支出類別，還有5種的收入類別。那第3步就是選填備註，這個是可填可不填的，看你是要記用餐的店名，還是買衣服的品牌，或是賣了哪一支股票都可以。最後點下完成，捷徑就會自動把這些填好的資料自動導入到你的試算表裡面，這樣就完成了一筆記賬啦。那試算表呢，就是賬簿的角色，不管是 Numbers 還是 Google Sheets 都一樣，就算是我們的私人賬簿。那給你們下載的試算表檔案，預設都是類似的模板。透過捷徑輸入的每一筆資料呢，都會準確的記錄到當月的分頁表裡面。但它不只是流水賬的記錄而已哦，它連單月的收支統計，還有美美的環圈圖都會自動幫你準備好。那第一頁還有年度統計表，你只要點開它，你這一整年錢花在哪裡，你存了多少錢，清清楚楚就可以知道。好，那這一招免費的超強記賬技巧呢，我們現在就開始設定吧。第一步呢，請先去下載好 Numbers 版的捷徑，還有 Numbers 的樣板檔。那如果你還沒有裝 Numbers App 的話，要記得去 App Store 先下載一下。然後我們就先把下載好的 Numbers 檔重新命名一下，例如我們改成2026收支表，那這樣之後比較不容易搞混。那把檔案下載之後呢，其實沒有辦法直接用的，因為捷徑還不知道你要把資料放到哪裡，所以接下來的步驟非常關鍵哦，就是要把捷徑跟 Numbers 串接起來。讓捷徑知道要把你輸入的收支金額、項目備註匯入到哪一個 Numbers 的檔案裡面。那我們先打開捷徑的 App， 點一下快速記賬一捷徑，圖示右上角的3個點點，那進入到編輯頁面，我們滑到最下面，你會看到一個 Numbers 的指令，那點一下裡面的快速記賬樣板，然後選擇剛剛的2026收支表 Numbers 檔。那如果你跟我一樣習慣收支是分開2個捷徑的，也不要忘記了。記得去快速記賬 i 捷徑裡面用同樣的方法設定一次，然後一樣選擇同一個 Numbers 的檔案，
那這樣子2個捷徑呢，就會把資料匯入同一個 Numbers 檔案啦。那如果你下載的是合併版本的話，記得收入跟支出這2個區塊的檔案路徑都要改好才行。那如果你有跟着做到這裡，恭喜你，這個記賬 combo 記已經完成了，就是這麼簡單。那再來呢，我會建議大家把記賬的捷徑加到控制中心，或是放到動作按鈕上面，那用起來會更方便一點啦。這樣不管你是買完了咖啡還是領了薪水，你只要像這樣按一鍵叫出捷徑，幾秒之內就能記好一筆賬了，讓記賬變成一個隨手就可以完成的簡單動作，只要用過真的就回不去了。不過你自己可以記賬不夠厲害，這一套捷徑加 Numbers 的記賬方式呢，還可以升級成家人共享模式。同一個 Numbers 的賬簿，全家人都可以一起記賬，超級方便的。那要做到家人共享模式，第一步要先確定你有開好 Numbers 的 iCloud 雲端功能。我們先進到設定，點最上方的賬號頭像，再點進 iCloud， 然後點一點儲存至 iCloud 旁邊的箭頭。那進去之後，把 Numbers 的開關給打開就可以了。然後，如果有共用 Numbers 記賬的家人，也要記得打開這個開關才可以哦。接下來呢，就是要邀請家人一起進來記賬了。做法是這樣啊，我們先打開 Numbers， 分享這個2026收支表這個檔案，這裡一定要確認是合作模式，這樣家人才會有權限可以輸入資料。那再來要注意啊，這邊不要用 AirDrop 分享，這樣只是單純把這個檔案傳給對方而已啊，這樣2隻手機會是不同一個檔案，資料是不會同步的。所以我們的分享的方式呢，要選擇訊息。這個時候系統就會自動生成一個專屬的合作連結，你只要把這個連結傳給家人，那家人點開這個連結之後呢，檔案就會自動下載到他的 iCloud 裡面了。我們可以點開檔案來確認一下，只要看到上面有出現合作的小頭像，就表示共享成功了。那用不習慣訊息的話，其實用 LINE 其實也可以的，不過步驟會稍微多一點。如果真的需要透過 LINE 來分享的朋友，留言跟我說，我再告訴你怎麼做。然後最後一步就是請對方下載好捷徑，照着我們前面的教學，把捷徑的檔案路徑設定成這一份共享的2026收支表，就大功告成了。以後不管是誰收入、誰消費，拿起 iPhone 快速一記 ，Numbers 就會及時的同步更新，隨時隨地點開都可以看到最新最精準的收支動態。因為這個全部都是蘋果官方的功能，除了完全免費，還有支援家庭共用之外，你也不用擔心 App 會突然下架或是隱私外洩，絕對是一套可以陪你最長遠的記賬方式。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它的自由度很高，如果你覺得預設的收支分類不夠，或是想要增加支付工具這些不同的分類方式，也都可以從捷徑跟 Numbers 裡面去直接調整，讓這一套工具完全貼合你的生活習慣。那如果你不知道從哪裡改起的話呢，可以參考我們打造專屬記賬捷徑這一部的會員影片，裡面有客製化的示範跟詳細的修改教學。那最近我還把這個記賬捷徑跟 Apple Pay 自動化做了一個結合，現在我每一次用 Apple Pay 感應完付完錢之後呢，捷徑就會自動跳出來，我連點開都不用啊。最強的是它會自動幫你把金額去填好，用起來更方便了。如果不會設定的話，你可以去看看我們另外一部會員影片 Apple Pay 感應自動記賬，裡面有詳細的操作步驟跟設定流程，大家快去試試看吧。那不過話說回來，雖然 Numbers 的整合度已經很高了，但它始終有一個小缺點，就是你每一次記完賬之後，系統一定會把 Numbers App 打開來，才可以寫入資料。所以很多人都在問，這一步可不可以直接略過呢？說實話 ，Numbers 目前真的辦不到啊。但是用 Google Sheets 的話就可以哦。也就是說，只要你用 Google Sheets 版本，資料可以自動在背景匯入試算表，不需要也不會跳出 App 來，記賬的體驗可以更流暢。好，那現在我們一樣就來一步一步跟大家分享怎麼實現這一套捷徑搭配 Google Sheets 跨平台合作的記賬技巧吧。首先，因為要設定可以跟捷徑能串聯的 Google Sheets 呢，一定要在網頁版的環境底下才比較好操作，那 App 是不支援的哦。再來，先到置頂的留言，把 Google Sheets 的樣本檔下載到你的 Google 雲端硬碟裡面，然後再下載 Google Sheets 版的捷徑到 iPhone 裡面。接着呢，我們用瀏覽器打開剛剛下載好的 Google Sheets 樣本檔，然後幫它重新命名一下。我們這邊一樣叫做2026收支表。好，再來就是進入到關鍵的步驟了。我們要幫這一份2026收支表加入一段程式碼，讓它可以聽得懂捷徑傳過去的指令。那首先呢，我們先點網頁上方的擴充功能，然後選擇 App Script， 它會開啟另外一個分頁，就是要讓你加程式碼的地方了。大家不要被嚇到了，你不會寫程式碼也沒有關係，我都幫你準備好了，就在置頂留言裡面，大家可以直接把檔案下載起來，然後複製起來。那把這一段代碼複製下來呢，直接貼到分頁裡面就好了。貼好之後呢，我們只要動手改幾個小地方。第一個就是要在程式碼裡面補上試算表的 ID。那這個 ID 在哪裡呢？ ID 呢就藏在試算表的網址裡面，在這個斜線 D 斜線跟斜線 Edit 中間這一串代碼，
就是這個2026收支表的專屬 ID， 我們把它複製起來啊，貼回剛剛程式碼中標注 Sheet ID 的地方。好，第二就是補上試算表的名稱，也就是把2026收支表這幾個字貼到 Sheet Name 的地方，總共有2個，中間 Get Sheet by Name 的後方有一個，還有最下方的回傳通知內容這邊也有一個。那程式碼的部分呢，這樣就搞定了。不過還沒有結束哦，接下來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捷徑看得懂的專屬連結。那先點頁面右上方的部署按鈕，選擇新增部署作業，然後點頁面上面的齒輪圖案，選網頁應用程式。然後點開誰可以存取的項目，選擇所有的人，讓捷徑才可以把資料傳進來。最後呢，我們就點部署。那如果跳出授權的頁面呢，就點授予存取權。再來跳出的警告視窗點 Advanced， 接着點下方的 Go to 未命名的專案，然後滑到最下方點 Continue。那等待幾秒之後呢，回到部署作業的頁面，就可以看到網頁應用程式這個項目。那我們點複製，把上面的這一串網址給存起來。那接下來就是最後一個步驟啦，我們回到 iPhone， 然後打開捷徑的 App， 進到快速記賬捷徑的編輯頁面裡面，滑到最下方，找到取得 URL 內容這個指令，把複製好的網址呢貼在 URL 空格裡面。還有不要忘了，快速記賬這個捷徑也一樣要貼上網址哦。那如果是合併版的話，記得收入跟支出這2個區塊的網址也都要改到才可以。到這邊就恭喜你，我們大功告成啦！現在可以正式開始用捷徑加 Google Sheet 記賬的 Combo 技能啦。另外，如果你手機還沒有裝 Google 試算表 App 的話，請先裝一下，之後要看檔案的時候會方便很多。整體來說，搭配 Google Sheet 的設定步驟真的是有一點多，也有一點複雜，但換來的是你記完賬之後就不會看到 App 彈出，所以記賬的流程應該會順暢不少。那捷徑搭配 Google Sheet 這套操作，可不可以讓家人共同記賬呢？當然可以啊，只要分享這個 Google 試算表就好。那分享 Google 試算表的時候呢，記得把管理存取權限調整成知道連結的人都可以是編輯者，然後再複製連結貼給對方，讓對方下載這份試算表到你的 Google 雲端硬碟裡面就可以了。然後也記得把剛剛設定好連結網址的記賬捷徑分享給你的家人，這樣就可以了。這樣就完成了家人共享的設定啊，可以直接開始使用了。好啦，以上這2種方式呢，就是今天影片的所有內容啦。以這2種方案來說 ，Numbers 版的設定比較簡單，之後想要增加項目、增加分類也會比較容易，我覺得用起来會比較安心啦。但是記完賬會打開 Numbers， 稍微有點阿雜。那 Google Sheet 版呢，設定就比較複雜，步驟也不少，但它記完賬之後不需要跳出 App 就可以背景自動記賬，會方便一點。但之后如果你想要增加項目或是分類，就蠻麻煩的，對新手不太友善。那這2派免費的懶人記賬神器，你最後是選擇哪一派呢？歡迎留言分享一下。那如果覺得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記得幫我按個讚，留個言。如果可以的話，再熱推一下就更棒了。這裡是 AppleFans， 我是威力，我們下次見嘍，拜拜。